大家好，我是吴薇。今天我们聊一个这两天华文媒体和整个网络上最热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媒体人王志安去台湾观选，上了台湾著名的一个谈话节目《贺龙夜夜秀》，但是很多行为和这个节目本身引发巨大争议。因此呢，台湾移民署以持观光签注违规参加媒体节目为由，禁止王志安5年进入台湾。这两个新闻，我相信今天很多看我的节目的朋友其实都注意到了。那么呢，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呢？我想从3个方面做一些具体的事实的梳理，也要谈一些观点。可能这些观点会有一些得罪人，而且我可能会把几方面都得罪了，没关系。我要讲3个问题，一个是就是在整个这个事件中，媒体人王志安他到底有什么问题？第二就是台湾政府这次基于上述事件做出来的处罚有什么问题？第三就是贺龙夜夜秀这个节目有什么问题？好像听了一下，我今天全是批评，也并不都是批评。实话说，还是先想把事实理清楚，然后呢，心平气和讲一讲道理。虽然作为媒体人，我们都知道向来不太去评价同行，但是现在既然王志安成了一个现象，还是应该说一说的。王志安呢，作为一个有大陆背景，尤其他以前是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这个重要的调查类节目的主持人，后来又创办了很有名气的局面。2年前呢，他基本上是流亡到了日本，创建了他现在这叫王局这样一个 YouTube 节目，其实已经拥有了100多万粉丝，基本上是头部的来自中国的专业媒体人。可是他这次呢，他拿的是大陆护照，用观光签注进入的台湾。在整个台湾大选期间，他其实做了非常多的节目，也得到了很多的注意力。他因此呢，也由于他的影响力，也由于他这次去台湾作为为数不多的独立大陆媒体人嘛，就参加了贺龙夜夜秀。据说贺龙夜夜秀是最火爆的网络谈话类节目。他在贺龙夜夜秀中呢，专门提到，就是说民进党在整个这次台湾大选过程中拉票和选举造势的过程中呢，把残疾人推上去煽情。然后他还在节目中呢，用自己的动作模仿了一下一个残疾人，他用的残疾人，对不起，我这个字眼我一会儿要再解释，这是有问题的。这个节目在1月22号播出以后呢，立刻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了解台湾这次最后拉票那次活动和了解王志安自己的报道的人都知道，他在现场是看到了民进党那一场造势活动，然后他也看到了其实是患有罕见病的民进党不分区立委提名人陈俊翰律师。他当然在现场是看到陈俊翰律师的，可是他在这个节目中呢，既没有提陈俊翰的名字，但又专门批评了民进党对于残疾人的利用和造势。他还在节目里专门指了一下，说这不就是艺术人生吗？中国大陆也有这样的节目。政治竞选的舞台像是演唱会现场吗？有歌星，然后有前面铺垫的，还有把残疾人推上去煽情的，是不是？我们大陆原先也有这种节目啊，就叫艺术人生嘛，还有那春晚嘛，都说泪点要来的时候，音乐一起，然后那个残疾人说，这个要支持民进党。这样的言论一出来，立刻在全范围引起巨大争议。我相信台湾人这2天全看到了。当然，现在面对这些全社会的强烈反抗的声音呢，贺龙夜夜秀节目已经删除了王志安模仿的那个片段，而且现在贺龙夜夜秀节目的制片人霍金也专门声明道歉了。目前的进展是，民进党政府发言人张志豪先提出批评，说脱口秀节目邀请他国人士评论台湾选举，更以善笑的方式来映射站台人士。民进党对此恶意言论深不以为然，并予以强烈谴责。谴责之后，就是民进党政府的移民署昨天发出公告，宣布废止王志安入境许可，5年不得赴台观光。他们援引的理由是，王志安以观光事由进入台湾，却参加台湾节目发表言论，违反了大陆地区人民来台从事
观光活动许可办法第16条规定。最新的进展是1月24号，昨天台湾本地时间上午，被王志安嘲笑的陈俊翰律师已经出面回应了。陈俊翰律师的这个回应呢，我看了，非常令人感动。我看的整个过程中都是非常非常的敬佩。我也在整个听陈律师回应这个事件的过程中，觉得学到了很多。针对他，因为他在片段中其实看得出来，他有试图再去模仿我的一些言行啊。可是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笑笑的，可是我觉得我比较不能接受，反而是他对于那一种身心障碍者的一种蔑视跟讪笑的态度，尤其是他认为好像障碍者就是不能够凭自己的能力，或是透过参政去实现自己的一些理想跟抱负。其实正确的表达这 disabled people 的表达方式在台湾就是障碍人士，但大陆呢一般现在还是用残障人士，但是现在这个残和障现在看来都是有表述问题的。那么接下来我全要用台湾的表述，就是障碍人士。陈律师说他不能接受的是王志安对障碍人士的嘲笑，他觉得他理解的是王志安出于他自己生活成长的环境，他可能对障碍人士的理解，他本身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我觉得他会有这样的想法，主要是来自于他可能认为身心障碍者就是好像只能被施舍、被同情的一群人吧，所以他显然他也不认为身心障碍者会有什么样的专业或能力可以贡献这个社会。陈律师说，他觉得我被消费其实是他不懂，我并没有任何什么事情可以被阻止来发挥我的作用。我觉得他真正要改变或是真正要道歉的态度，我觉得是他去否定身心障碍者的一个基本的人权跟价值，而且他缺乏一种包容性，就是缺乏一种包容跟同理心，然后也没有认知到，其实在台湾的民主社会里，障碍者和非障碍者一样，都有出来参选的权利跟自由。我觉得他要道歉的对象，应该是可能要对于台湾的障碍者吧。然后我希望他可以检讨反省一下自己过去对于障碍者这些刻板印象跟认识。所以王志安这一点被全民批评是歧视，这点上他毫不冤枉。任何人给他做辩护的人，我觉得都属于狡辩。如果我是想真的对他说几句同行之间的话的话，我就想说，民主和自由多可贵啊！我们在一个自由的地方，我们其实要意识到，可能自己身上带着很多来自原来的这个原生状态下的认知上的理念上的，尤其一些文化认知和观念上的很多的毒素和盲区。我觉得，当然，我觉得可能是跟他的来自的成长环境有关系吧。或许他不懂什么是民主、自由或是人权这一类的价值，所以才会有这一些的言论。更令他感到失望和压抑的是，看整个这个节目影片的时候，在节目台上的主持人和台下所有的观众，针对这个影片的部分，其实我还有一点感觉到比较失望跟压抑的是，在那一位中国人士做出这些不恰当的言辞跟评论的时候，其实主持人其实在第一个现场是有机会可以表达一些异议跟制止他的言行的。可是，在那个现场，我会发现，包含主持人、包含台下的观众在内，反而他们的反应其实是让我觉得有些压抑，而且有些失望。当王志安做出那个动作的时候，我看到贺龙也在笑，另外他的那个助理女主持人大笑着鼓掌。抢救王一川，是吧？
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他那个助理主持人拿出来道歉了，说自己现场没有收声话筒，没有收声耳机，所以他只听得见从观众反馈回来的声音，他听不到王志安在说什么，但是也表达了道歉。我认为他这有一点狡辩，他的这个道歉不真诚。我不相信他坐在王志安身边听不见他那么夸张的一个表达方式。没有任何人在王志安做出上述歧视言行的时候予以阻止。陈律师说，其实主持人在第一时间看到他这样说话的时候，其实就应该有机会阻止，也有义务阻止，告诉他你这样说的是不对的。到目前为止，台湾3党都对此事件做了强烈的表态。可是我唯一没有看到的是我接下来想说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除了对障碍人士的歧视的反思，对于这个夜夜秀节目的批评，我觉得不够。但这个批评是我要针对的，不仅是这个节目，也是另一种歧视和认知的问题。而且是我觉得好像在台湾语境里面有一点过于被忽略的，就是他这个节目的另一个环节，就是这个只言只语环节。我当时看到的是震惊、愤怒和纳闷儿。我们稍微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就知道，支那这个词是怎么来的，是真的是在侵华日军的词汇里。当年日本人侵略中国，那个时候台湾也是日本殖民地哦。在侵略中国的时候，用支那这个歧视性称呼，这个歧视性称呼的指代对象既包括当时所有在中国大陆的中华民国的国民，也包括当时属于中国一部分的台湾人、台湾居民、台湾人。那个时候可是中华民国的政府哦，所以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中，明确具有歧视性的词语，任何有一点点常识的人都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绝对的歧视。可能我知道现在很多台湾人已经在身份认同上完全的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了。上一期节目我也说过，我非常理解现在的年轻人和现在整个台湾人的身份认同，这个我们说了是在政治身份、文化身份和整个生活环境的当下，这是一个事实。可是对于支那这样一个明确有歧视性的历史性词汇，你不能因为自己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就觉得用这个词去指代那些中国人或那些人或者某一些人是对的。你自己可能不觉得自己是支那人，但是用这个词去去评价任何人都是不对的。这是我想说的。当然我也知道可能来自不同的生长环境和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很多现在的台湾人或者这个夜夜秀节目的观众、主持人和台下的人和看这个节目的人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都在说的是他们。可我想说的是，就算这个词你不是其中的一份子，就可以用了吗？就可以用这个词指代他们了吗？那我们再说一下，在美国谁都知道有一个最重要的词是 N 开头的词儿，是绝对不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里使用的。任何一个娱乐节目，任何一个甭管你多么娱乐搞笑的节目，你要改用这个词，你试一下，一定是节目制片人要承担各种各样的风险，可能族群，可能我们的 Black American people 就要直接上街了，就要抗议了。我认为这样的社会认知和这种反歧视的明确态度是要有的。虽然台湾现在是一个民主、自由、人权都越做越好的社会，就像陈律师说的，他觉得台湾在民主、人权、自由这条路上走了几十年，可是明显的在社会认知层面是有问题的。可是陈律师他讨论的是障碍人士，我讨论的是对只言只语这个词，居然没有任何人提出反对。我在现在也没在台湾媒体上看到，也许我没看到，我也没看到太多关于这个词汇的反对和讨论，我认为也是有问题的。
当然，令人遗憾的就是王志安在现场还配合了这个节目。娱乐是一种态度和精神，但是有一些问题是要严肃讲的。你可以心情娱乐，生活也可以娱乐，但是在关键问题上的认真、严肃、准确态度，不应该娱乐。如果一切皆娱乐，我觉得是滥用自由。然后再说一下现在这个关于民进党政府这次是不是选择性执法，很多支持王志安的人，包括很多民进党的反对者哈，因为台湾有各种民进党、民众党和国民党的支持者，其实有一些人也说这次之前有很多人都在用大陆身份或者其他身份进到台湾，然后也并没有拿到媒体签证，但也做了媒体报道，其实存在一个大量的灰色地带，所以现在目前来的讨论，我觉得有几种讨论还是合理的。一个比如说，有一些曾经有大陆媒体工作经验，现在人在海外的一些朋友就对王志安这次的这种被严厉处罚是提出来非常非常大的遗憾和觉得也是不是可以探讨。包括王志安本人，他也好像觉得自己很委屈，而且他也强调了，就是他认为也是因为他有一些政治表达，是针对民进党的批评，所以才对他进行选择性执法。在这里头呢，我们没办法讨论这条法规在面对现在的这种特殊的媒体环境，尤其华文世界，大陆媒体人如果需要报道和关注台湾民主的话，其实他们应该获得这样的机会。你不能因为两国政府和政治的这种对抗，就剥夺了一群特定人群的媒体采访权利。我还是希望，民进党不要选择性执法。也希望他们能够就是更加独立和透明的，做一些这种管理，因为一个民主政府，他从上台以后，他做的很多的这种社会管理，他也是要尽量做到公平、透明和自我的不断的审视的。我觉得王志安现在可能还觉得属于比较委屈的状态，我其实很理解他的委屈。还是说回自由的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有理想的专业媒体人是真的做不成什么事儿的。王志安的性格非常的张扬，能力也非常非常的强。现在我们都开始做YouTube 或者做这种更独立自由的海外媒体的时候的话，其实王志安他过去2年他的很多节目是很高质量的，他体现出来的是专业媒体人的一些新闻的抱负，从来不回避冲突，不怕得罪任何人，然后也分享了他对中国新闻、对中国社会，尤其对中国权力和在权力制度下面的普通人的生活，他是很了解的。他做了很多好节目，所以他涨了那么多用户，涨了100多万，我觉得他是挺棒的，在这个点上。但是我觉得像他也好像我们所有的人也好，仍然要意识到，来自那样一个中国那样一个专制文化、专制制度，然后男权文化，然后很多大量的陈腐的观念、思想、言论的毒素那么旺的一个地方，这个不断吐毒、不断自我反思、不断进步的这个过程是必须有的。不管你有多成功，很希望他能坚持做他最好的节目的，这个是对受众有益的，是对整个媒体产业有帮助的。好，我今天说的有点多，但都是真心话。如果得罪了任何一方，或者大家认为我说的哪些点你们不同意的话，请大家评论、争论、分享、讨论，我都接着。好，谢谢大家。